收看记上次介绍的犹太人历史的耶稣篇。这次我们要来讲一个关于中世纪欧洲的故事。你们知道那时候的犹太人过得有多难吗？他们不能做官参军，也不能种地，只能经商。你说这不是很好吗？经商不是很赚钱吗？可是你想想，如果你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，不能参与政治和军事，你的权力和地位会有多低呢？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，一个被歧视和压迫的人呢？所以犹太人开始善于经商的原因，其实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。他们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，才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。这就是犹太人在中世纪欧洲时的困境和奋斗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转个弯，可能会开启一条通往富贵的大道哦。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的商业智慧和投资教育都是世界闻名的吗？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积极参与经商，以改善自身境遇，把赚来的钱用来投资教育，促进社会进步。他们不是天生就有这种能力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，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力。你知道在一战前，德国可是犹太人的天堂啊。那时候德国经济发达，文化繁荣，犹太人在这里做生意，赚钱，享受生活。有些犹太人家族甚至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比如说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他们在金融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可以说是掌握了欧洲的命脉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些犹太人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秘诀？其实没有啦，他们只是比较勤奋、聪明、有远见，而且懂得互相帮助。他们不是靠欺骗或暴力来发财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嫉妒或仇恨他们，而应该向他们学习。也许我们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成功人士呢。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在欧洲的金融活动可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他们不但拥有银行，还搞高利贷，让很多人欠他们钱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掌握很多权力和资源，影响欧洲的政治和经济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些犹太人是不是很贪婪、很坏？其实不然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金融领域发展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，也有自己的智慧和勤奋。他们在历史上遭受了很多迫害和歧视，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，而金融就是他们的选择之一。当然，这也不代表所有的犹太人都是金融高手，也有很多犹太人从事其他的职业和事业，比如科学家、艺术家、作家等等。你可能还会想，那犹太人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提升的呢？其实，这跟工业革命和贸易发展有很大的关系。工业革命让欧洲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大幅提高，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。这些都需要金钱和信用作为支撑，而犹太人恰好就能提供这些服务。他们通过自己的网络和资本，帮助了很多工业家和商人，也赚取了很多利润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护。在欧洲历史上，有一段时间，犹太人是最富有、最有权势、最有文化的民族。他们在商业、金融、科学、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样的犹太人一定受到了欧洲人的尊敬和羡慕，但事实上，他们却遭到了欧洲社会的迫害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他们太优秀了。当时的欧洲人，大多数都是贫穷、无知、落后的。他们看到犹太人的繁荣，心里就不平衡，觉得自己被欺负了。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都怪罪到犹太人身上，认为犹太人是奸诈、贪婪、邪恶的。他们用各种方式来打压、排斥、辱骂、暴力对待犹太人，甚至发动了屠杀和迫害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说明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现象。当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人表现出优越性时，往往会引起其他群体或者其他人的不满和嫉妒。这种不满和嫉妒，如果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和调节，就会演变成仇恨和对立，甚至引发暴力和战争。我们要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？我觉得，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欣赏和尊重别人的优点和成就，
不要把别人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失败。其次，我们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不足而感到自卑或者怨恨。最后，我们要培养一种包容和合作的精神，不要把别人当成敌人或者竞争对手，而要把别人当成朋友或者伙伴。在上个世纪，有一个人叫做希特勒，他是德国的独裁者。他非常讨厌犹太人，认为他们是德国的敌人，所以他想要消灭他们。他制定了一些反犹政策，比如禁止犹太人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拥有财产等等。他还把犹太人关在集中营，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虐待和屠杀。这些政策让很多德国人觉得希特勒是对的，因为高利贷都是犹太人在做的，让德国人苦不堪言，因此得到很多德国人的支持。但是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同意希特勒的做法，他们认为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，都是有权利和尊严的人，所以他们和希特勒的德国发生了一场大战，叫做二战。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，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和伤害。最后，希特勒的德国被打败了，他自己也自杀了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的苦难就结束了，他们还要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，比如找回失散的亲友、重建家园、寻求正义等等。这是一个非常悲惨和惨痛的故事，我们要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我们要学会尊重和包容不同的人和文化，不要因为偏见和仇恨而伤害别人。我们也要学会勇敢和正义，不要因为恐惧和利益而沉默或者跟风。我们更要学会爱和和平，不要因为暴力和战争而失去生命和希望。犹太人是一个很有历史和文化的民族，他们在世界各地生活了2000多年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。他们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就是现在的以色列。二战后，犹太人遭受了纳粹的屠杀和迫害，他们更加觉得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，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国家。于是，他们团结起来，向联合国提出了建国的要求，并且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。1948年，以色列正式成立了，犹太人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执其实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。早在1948年5月14日，联合国就决定要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，叫做以色列。但是，这个国家的土地原本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，占了他们56%的领土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有人突然来跟你说，你家的房子要给别人住了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可能会很生气，很不甘心吧。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心情。所以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一直在打仗，争夺土地和权利。这个冲突的深层原因，其实是两个民族的历史、宗教和文化的不同。以色列人认为，这块土地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是他们祖先的故乡。巴勒斯坦人则认为，这块土地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，是他们生活和信仰的根源。两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利益，所以就一直陷入了无止境的战争和暴力。但其实他们都是源自同一个祖先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也很难解决。我们作为旁观者，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和困境，但是我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说明。你可以把这场冲突想象成是一个家庭纠纷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像是两个兄弟，他们的父亲就是联合国。父亲在去世之前留下了一笔遗产，也就是这块土地，但他没有写遗嘱，只是随意的把遗产分给了2个儿子。结果，大儿子以色列拿到了大部分的遗产，而小儿子巴勒斯坦只拿到了一点点。小儿子觉得不公平，就跟大儿子吵架，要求重新分配。大儿子不同意，就跟小儿子打架，要求保持现状。他们的争吵和打斗引起了邻居的关注，也就是其他国家。有些邻居站在大儿子的一边，有些邻居站在小儿子的一边，有些邻居则想要调解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无法让2个兄弟和好如初。或者，你可以把这场冲突想象成是一个恋爱故事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像是2个情敌，他们都爱上了同一个女孩，也就是这块土地。
女孩其实不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她只爱自己。但她也不想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她喜欢被追求的感觉。所以她就故意的挑拨离间，让他们互相嫉妒和仇恨。她时而对以色列甜言蜜语，时而对巴勒斯坦温柔体贴。她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希望，也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危机。她让他们为了她而不顾一切，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她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理智和人性。那么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有解决方案吗？我想，这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。有些人可能认为，只有两国方案才能结束这场冲突，也就是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成为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，在互相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共存。有些人可能认为，只有一国方案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，也就是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合并成为一个多元和民主的国家，在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下共享。还有些人可能认为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，因为双方的利益和信念太过于对立和不可调和，只能靠武力和压力来维持一种脆弱和暂时的平衡。我希望你能够保持一颗公平和同理心的心态，对于这些发生在远方的事情，不要轻易地下判断或偏袒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理由。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他们的选择和行为，也应该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和平和谐的解决方案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和留言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最后送给大家一个笑话吧。一个以色列人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在沙漠迷路，发现树上有2瓶水，一瓶是以色列的，另一瓶是巴勒斯坦的。以色列人大方地分享水，巴勒斯坦人感谢，但以色列人说要小心，水里有毒。